家好，今天我们是制作一片式剪裁的传统无领，然后7分袖的旗袍式小衫。那么它的剪裁和打版相对来说可以说是简单，但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还是遵循了一定的规则的。那么对于一片式剪裁和后面50、60年代由台湾改良过后的改良旗袍剪裁，它们最大的区别的有一个就是改良旗袍呢，它是有腰省，然后袖片前身后身都是分割开的，那么就有很多接缝。而作为一片式剪裁呢，它没有腰省，没有尖缝，前后片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看上去就会如行云流水一般，然后根据女性身体的凹凸起伏而顺着就像流水这样就下去了，就会感觉上看上去会更适合日常穿着，而且也更舒适，而且就是说会比较少的制服感。那就是西式剪裁，如果不是量体裁衣的话，很容易有制服感的感觉，特别是在特定就是短款款式。那这款呢，就是日常穿着，不管你是配牛仔裤，就是混搭呢，现在流行混搭，不管是你是那种混搭配牛仔裤，或者是就是希望搭配一些比较优雅高雅的一些其他的单品，都会非常合适，这就看你自己这个面料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了。那我今天选择的是比较稍微厚一点点的棉绸，那也就是说比较亲肤，但是呢又不透明，肯定不要选透明的亲肤，然后呢有一定的悬垂感，但是不要太贴身，要稍微有一点造型，所以我选了这个比较嫩一点的，因为夏天来了嘛，颜色稍微浅一点这样的面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首先呢，就是有2个数据，一个数据就是从这个从这个领侧到手腕下方，一般是下方小手指那么长一段距离，这个是袖长。所以说在剪裁布料之前，你需要先把领侧，就是领圈的尖点这个往上，就含肩的这个部分，领侧到手腕这个肘关节以下1小指的这个距离，看你自己喜好了。那因为肯定我个人感觉这个款式是要超过这个肘弯的，所以说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一定要超过肘弯。那么你量取了这个距离之后，那就是你要剪裁的这块布料一个关键数据。然后还有呢，一个是这个是衣长呢，这款旗袍小衫不建议使用过短或者是过长，那么我们就使用标准圆形的长度，那么就是背长加上臀长。那么这个背长加臀长的公式，请看我的这个字幕下方字幕上我会打出这个公式来的。那么这2个数据是用在哪里呢？就是首先这块你的使用的这块布料这块布料呢，先反面相对对折，再在折线这一处再对折 ，OK， 好。现在布料2折之后，大家看到2折之后了。这个竖着的长高就是衣长，也就是背长加臀长。那么横着的这一条呢，就是从侧颈点到肘线以下的这个距离，也就是横的这个长度，然后你需要量的这个长度。所以说你裁布的时候，就是这个长度乘以2，然后这个衣长的长度乘以2，这样一块正方形这样折叠了之后，才是
才是你需要开始剪裁的这么一个长度。好，这些布料对折再对折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布料的正中间，这2条边都是没有剪开、没有开口的，所以这是前中心线，这是肩线，这是袖口和侧缝的部分。好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袖拢深量出来，袖拢深。也就是袖口的深度，袖拢深的这个公式呢是身高除以20，然后再加上胸围除以10，然后再加上5厘米的松量，这个松量什么的自己可以做决定的。然后在前中心线取到袖拢深25，OK。好，在袖拢深的地方画一条横线，这里袖拢深画一条线。前宽呢就是胸围除以5，加上胸围减去80厘米之后的差来除以20，最后再加松量。我这里算的松量是5厘米，大家可以参考多放或者少放都可以的啊。然后我算出来我的前宽是29，也就是说从我的前中心线到我的腋下这个距离是29厘米，那么算29厘米。好，在刚才画的这个袖拢深的这个横线上面取到29厘米。好，这就是我的前身。那么在29厘米这个地方做垂直线，一直拉到最下方。好，这个基本形状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一块是要裁掉的，这里是前身，这里是通袖。那么在这个直角处的这个地方呢，大家画在直角上各取4厘米，然后以这个点把它画圆顺。把这个直角画圆顺，你剪裁布料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剪个直角，直接剪个直角的话就太丑了。所以说，我是各在边上各取4厘米，然后把这2个点画一个弧线，把它连起来，使它不要成为一个直角。那你也可以取5厘米到，我觉得这个点的话，从这个直角中心大概是4厘米到8厘米，4厘米到8厘米之间，8厘米可能多点，4厘米到7厘米吧。这个随便你取，反正是对称或者是不对称，其实也都 OK 了。关键是你要把这个袖笼下的这个线要画圆顺。那么好，袖口就是在这里了，这里是袖笼深到这个点。那么这个袖口呢，根据款式，你可以把袖口再放大一点，那它就稍微有一个微微的喇叭形的一个形状。那么这个呢，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你是希望有一点点微喇呢，还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完全是你个人喜好了。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穿上了之后直接直角也挺好的，所以我这里我就不做处理。这个地方甚至你可以，你愿意的话，你甚至可以通过加荷叶边啊什么的加长也都是 OK 的。侧缝画好。然后现在画领口，领口呢就是一个是后领口，一个是前领口。那么我们是先剪后领口，先把后领口剪出来，然后再剪前领口。因为后领口毕竟是要短一些，后领口默认深度是2厘米，那你可以稍微就是后背比较厚的朋友可以把它做成2.5厘米。我是按2厘米来画，后领口深2厘米。好，深2厘米。后领口的宽度呢？就是前领口的宽度，因为我们这个一片式剪裁，后领口口宽和前领口宽是一样的。这个宽度就是胸围乘以7，再除以200，再加上3.4。那我这个算出来是3.72啊，7.32。
7.32，我按7.5来算，我希望它宽一点，穿上去会舒服一点，所以7.32或者是8，我按8来算吧。我的后领口宽是8，好，后领口宽是8。后领口宽8的话，前领口的深其实就是后领口宽加1，也就是9。这是前领口，那么后领口呢，就从这里到2厘米之间画一条圆顺的线，把它连起来，2厘米。OK， 这个前领口的这个我们也方块直角我们也画出来了，那么我们也把它在前领点和后前领深的地方以一条圆顺的曲线把它画出来。OK， 好，开叉的话，一般你可以开也可以不开，取10厘米。这个因为这个衣裳的长度的话，我感觉取10厘米以内的开叉程度就好了。开叉开得太高也不好，因为这个衣服本来就不长，这个看你自己了。10厘米的开叉点。这是后领口，这是前领口。这个长度的确定，按刚才我说的来做，屏幕下方也会有提示，公式的提示。也可以在留言中私信跟我要这个公式，如果你没看清楚的话。好，然后这个是袖拢和衣身的直角，然后这是把袖拢和衣身顺滑连起来，侧缝顺滑连起来的弧线，这是4厘米，这是4厘米，然后把它顺滑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剪裁呢，就是从这里剪，把它剪下来。然后，这领口这里有个有点麻烦，就是先在层叠的布料上先把后领剪出来，然后再折一下，再剪前领。OK， 也就是当你有几层布料重叠在一起剪的话，你最好是先用珠针把关键部位给它固定起来，以免在这个剪裁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布料的移位的现象。好，固定好了，现在就剪了。剪的时候，一旦画好了之后剪就要做到一刀一剪下去，不要犹豫。这里有个剪，做一个。这是开叉的直口的剪口，剪一个小小的口。剪领口，领口这里先把后领口剪下来，按照刚才画的圆顺的曲线剪下后领口。好，这个后领口呢，现在要处理后领口剪好了，现在要剪前领口。那我们在布料的折叠的时候，就是要把它重新照另一个方向再折一下，边线上这样对称摊开，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一下，就是这个后领处已经出来了。那么前领刚才画的这个前领还没有剪，那么前领怎么办呢？前领我们摊开之后，把正面你要作为正面的那一边，再这样从衣身的前中线对齐，把它折叠过来后领，那么这前领还画在这里还没有剪，那么我们现在就从这里，这个
后领的这个剪口顶点这里，沿着之前画的前领口身的这个弧线，再把前领剪下去，那就大功告成。OK， 好，这个领剪出来了，剪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折叠回去。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领口已经出来了，我们再折叠回去。现在我们要来画斜襟了，斜襟呢，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斜襟都是那个，大家最常见到的斜襟，它都是，曲线的。那其实它主要目的是要避开胸部的起伏，就是不要让那个斜襟这根线就正好通过胸口，它可能就会显得不齐。前领的中线，然后到刚才袖口的那个直角。直角不是画了一个弧线吗？在弧线的，在它的那个侧缝的弧线的这个顶点的这个地方，那你可以想象它这里面，先在这里画一条直线，连接这两点，然后把这根斜线呢4等分了，然后在第一个等分点，曲线不要太短，那是3厘米上去。然后在最靠近侧缝的这个等分点，3厘米下2厘米，3厘米都可以。总之你把，然后正中间的这个等分点，就作为它的，这样画一个 S 形。好，可以看一下，4等分啊。1、2、3、4，这4个点，那么在靠近前中线的这个点做垂线，2到3厘米，在靠近这个侧缝的这个等分点，2到3厘米的垂线，然后用平滑的曲线，中间这是中点，啊，平滑的曲线画出来。这就是开襟。一片是立体剪裁，它唯一的另外一片布料有接缝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小襟。这个右前襟的小襟，这个小襟呢，就是这个曲线这个开襟的这个地方它的垫底，然后还有这个前襟大襟的贴面，它们两个是一样的。然后小襟的这个宽度，最少6厘米，贴面的宽度做的跟小襟一样，也是6厘米。好，我们来画2片就可以了。那么都是布料的正面相对，正面相对，两片，一个是贴片，一个是小襟的，一个小襟。好，垫在这个下面，然后用珠针固定。然后3片连着一起剪，剪好了之后再推出6厘米。你们主要先把这个形状要先剪出来，所以说你放在下面的时候，你要确保你下面能够剪出6厘米来。好，固定。固定好之后，把后面的后片给移开，这样只剪前片，先下剪，3片重叠在一起，下面的小襟和贴面是正面相对，要保证你这个线都下面的保证这个曲线都在上面，而且往下可以推出6厘米的宽度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先。这边剪开了，好，我们这边固定下面的2片，翻开，小心一点，把下面2片固定住。这个呢，你画这个移调呢，你不要完全移走，你把它往下面拖，正好量一下6厘米，因为它那个形状是一样的嘛，这个形状是6厘米 ，OK。差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根据这个前襟在这里，帮助你画出它的形状来。好，画出形状来了，这波浪形。那但是这个波浪形呢，这是一个净尺寸啊，你往边缘再让个0.7厘米、1厘米的样子出来，因为要做这个缝缝，留出缝缝，所以说6厘米是一个净尺寸。OK， 好，前襟的贴边和小襟剪好了，看见没有？正面这里剪开了，那么我们的贴边呢，就是正面向上这块贴边和小襟缝合，就正面相对缝合这个曲线部分，然后旁边边缘部分收边，然后在领口这个地方还要把它裁成直线啊。裁成直线竖的，做垂直处理的。OK， 划一下，你可以用那个，不一定要用剪刀，可以在缝纫的时候这样把它卷折进去。那么在大襟的这个部位呢，那就是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反面相对，好，缝合这条边，然后再把它翻过去 ，OK。大襟这个两片不是正面相对，然后缝合，都是正面相对，缝合然后翻转 ，OK。然后基本上我要采用的那个收边的方式，领口、袖口和底边的收边方式，就想用布条来做一个布条的镶边，不是镶绳，用布条来做一个细细的镶边，会比较好点。用浅色的布条，用白色的布条，用白色的镶边条来做一个镶边，裁边条对折之后。我们就是从前襟这个地方开始，就要开始把这个这边锁进去了啊，因为有个贴边在这里。那么，这个简易的镶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反面相对，然后从底边侧缝的底边开始，然后这样子一路。缝上去，然后在这个贴边的这个地方呢，那是要把它夹在。首先，这个大襟的贴边是正面相对啊，布料的正面相对，然后把这个夹在这个中间，把这个镶边条夹在这个中间，然后这样子一圈这样子缝上去，一直缝到领窝，然后。再从那个斜襟那边，再从小襟一路，就是把整个这一圈，包括袖子，全部都用这种方式把它给缝纫起来。啊，这个领圈的一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镶边完成，用镶了一条白色的边，那就是从前片的侧缝，右边的侧缝，一直沿着领圈一圈。然后从这个小襟这块儿一直到腋下停为止。好，然后上好之后又再熨平，可以再在旁边，如果根据布料啦，我这个布料应该是比较容易定型的，所以应该可以不用再加固。那一般来说会在这里再加固一圈，就是翻过来了之后，沿着这个边线再加固一圈。那接下来呢，就要在后片的，也就是小襟这边相对的
后片的这个地方开始镶边，底边镶边，好，后片的底边要镶边，但是后片的侧缝和前片的左侧缝是不镶边的，然后这边底边镶边，然后袖口镶边，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两侧的这个侧缝再从里面缝合，然后就 OK 上扣子。好的，这个镶边已经全部都做好了，就可以看到领圈一圈是整一条，一直到这里，领圈一圈，这样啊，领圈一圈斜经下来，一直到这边是整一条，然后底边，然后这边因为有侧边有开襟，所以一直把这个缝边一直缝到这个剪口处停止，因为这边最终是要缝合的。然后这个因为这边是开襟，所以说这整个一边后片一直要缝合到袖口的这个地方，腋下这个地方啊。OK， 然后袖口锁边，收边。好，大部分完工，然后把它翻来正面，正面相对从底边去缝合这个侧缝，一直缝到这个斜经的侧开口处，开口直口。OK， 这边也是缝合，但是这边是缝合，就是只是缝合后片和这个小经，缝合到这里。OK。缝合好了之后，上这个上盘扣，那盘扣在这边1颗、2颗、3颗、4颗就 OK 了。我是倾向于做暗扣，暗扣就可以了，那个4合扣或者是5爪扣，质量比较好一点的那种，然后配合你的布料的颜色。那如果你自己个人喜欢的话，也可以就是用传统的盘扣。盘扣的话呢，最好是自己盘。那我在这里就不教怎么盘了，因为网上有很多教程，教怎么做盘扣的。但是盘扣呢，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做中间串绳的那种盘扣，不要只是扁扁的布条。那个样，我个人感觉那样扁的布条的，其实做出来不是很好看，而且显得很粗糙。就是慢慢的盘一个盘个葡萄扣就可以了。好 ，OK。接下来就让大家看我的成品。好，完工，可以看一下啊。侧边我装了3个。里边是这样的。